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中阶指甲课程第二季第7集。这一集我们要来谈凝胶笔的分类、凝胶笔的清洁以及凝胶笔的保养。哇，这一集的内容非常的充实，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小标题，很多很复杂，所以要耐着性子往下听，因为这真的非常的重要啊。第7集其实它是第2季理论课程中的最后一集，前面讲过很多，然后这一集来讲凝胶笔，之后就要进到我们的现场，请 Peggy 老师还有我实作现场技巧。第2季的课程是衔接于第1季，第1季的客户做透明的指甲，第2季呢来把指甲卸掉，然后重做有颜色的指甲，所以这一季就接着这样展开来。但是到了下半季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关联了，因为我们要进入更深入的课程所以这一季越来越难。如果你没有看过第1季的话，那请回去上课，把第1季完整的上完哦。凝胶笔介绍说在前头，只要谈到跟买东西有关的，很多客户就会问我们很多，我要买什么牌子？你觉得这个好不好？那个好不好？在这边要慎重的和各位观众各位学员交代一下，那就是技术会持续进步，另外厂商也会持续的更新，所以几乎每半年我们的美甲的材料、美甲的原料就会有一些改变，就会有一些进展，所以我们在这边通常是不介绍个别的品牌。但是如果在未来我们有机会的话，会请一些国际大厂的代理商或者他们自己过来和我们录个节目来介绍他们当时最厉害的东西。那在这边我们讲概念就好，不讲品牌 OK。 而且好出发。笔刷材质尼龙、貂毛。在我们录影的此刻，在谈到笔刷的材质的时候，会谈到2大材质，一个是尼龙，一个是貂毛。实际上来说，尼龙这个材质，简单说就是塑胶简称人造纤维。它本身的材质有非常多变化，不是那么简单单指一个尼龙或单指一个人造纤维。可是大致上来说，它的笔刷比较硬，弹性比较好，它吸附凝胶的量比较少，因为是人造的，所以品质比较稳定，价格也比较便宜，耐清洁，不容易洗坏，而且也比较好保存。那换过来说，谈到貂毛的时候，常常看到别人拿一些什么马毛、兔毛、羊毛的，也说是貂毛，但是没关系，我们就知道它是动物毛。貂毛有很多的档次，动物毛也是，所以真的很复杂，不是那么简单。不过简单来说，动物毛它的笔刷比较软，而且笔尖比较容易收整齐，结在一起，它吸收凝胶的能力比较强。通常来说，动物毛的价格会比较高，然后笔刷变数也比较高，因为要看你挑的毛如何，有时候不一定是每一根毛品质都挑的一模一样，品质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另外呢，动物毛它的清洁需要很留意，而且它保存也比较困难。那我们进现场，请Peggy介绍一下尼龙毛跟貂毛有哪些不同。我现在讲尼龙跟貂毛。好，那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去辨别不一样的各种的笔。那我已经先把笔刷都已经先洗好了，大家可以看到。那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谈到就新手跟老手最大的差异就是，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新手会很容易去买这种就是所谓的尼龙材质的笔，然后这种是貂毛的。那尼龙跟貂毛的差别在哪里呢？尼龙它当然价格上就会比较便宜，因为它是塑胶毛啦。那貂毛的话，就有时候就会牵扯到有一些环保人士可能会比较不开心，对，它就是来自于动物的身上的毛发，那相对来讲它柔软度也比较高。那新手常常会买到这种，因为它价格非常的便宜，这2个的差价落差很大。你在外面买平均尼龙毛大概100-200块吧，然后这一支可以高达1000块。那有时候可能便宜一点点的，可能700-800这样子所以它的落差很大。那优点跟缺点在哪里呢？我们先来讲尼龙毛的优点。优点就是它很便宜，丢了也不会心疼，它就俗称的塑胶毛。它在沾取胶的时候呢，它的吸附力比较没有那么好，它比较会容易浪费胶，所以有时候对于新手在做平整，你会相对来讲会觉得比较费力。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俗称高档的貂毛，这一支就是大概800-900块。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就是说它一点点的胶，它就可以刷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它也不会浪费太多的力气。如果你功力没有这么好，它一样可以刷得很漂亮。缺点是什么呢？就是环保人士可能会诟病的，就觉得你这样是残害小动物，不是很 OK。但是它的实用性，一支其实就可以用到老。如果你的保存方式是正确的话。好，那这就是尼龙跟貂毛的差异。谢谢你的解释。笔刷形状，平笔与圆笔，大致上来说哈，笔刷形状最多就是平笔跟圆笔的分别。平笔当然是笔尖呈水平，然后边角收成直角，这样子的笔比较容易突出笔直的区域，不管是直线区域也好，还是方形的区块也好，它的笔触都可以做得非常的精确，而且锋利，而且很适合人造图形啊。那圆笔来看看圆笔。圆笔它当然是笔尖呈圆形的弧状的收边，特别适合把弧形的纸圆把它涂得漂漂亮亮。那么在画画上面呢，当然圆形啊、弧形啊、不规则序块都很适合，因为它的笔触圆润而且自然，所以我们画一些自然形态的东西也很适合，小花啦之类的。好，那我们一样进现场，请 Peggy 为我们介绍一下平笔跟圆笔的最大差异。圆笔跟平笔。那圆笔跟平笔呢，就顾名思义就是平的跟圆的，那它各有它的优缺点。你只要用得顺手，它都是好笔。可是呢，它还是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异。比如说，当你是新手的时候，你可能想要涂颜色的胶，涂满版的时候，它的这个地方是圆的，所以呢，它在涂这个后面的这个范围可能会比较简单，因为它可以比较服帖。好，可是呢，它在做一些边边角角的时候，它就可能没这么的锐利。相对来讲呢，平笔的话呢，它的坏处是它纸圆的部分的时候没有办法刷的这么服帖，就是可能这个形状啦。但是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做各种呢勾勒一些几何图形，它会比较简单。但是它相对来讲，我们在涂旁边的时候，像这个笔有特别的处理过，可以看到就是前端比较薄。好，很多美甲是在涂侧边的时候，这边都不锐利，这个就可以涂到很锐利，因为我们可以侧一角，然后把它这样子涂得很锐利。然后很多人就会问我说，我自己如果在涂单色的时候呢，圆笔跟平笔的话，圆笔跟平笔。好，我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呢？我会比较喜欢平笔，原因是这个比较能够突出锐利的边缘，而且你看我们在推侧边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助我去把边线拉得更实、更漂亮。除了在涂单色的时候，圆笔的好处是什么？拿来做色块的时候，色块的晕染，它可以拍点，它可以做出圆润感。那这个就是平笔办不到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呢使用的很得心应手，你的经验也很老道，今天不管你拿圆笔、平笔，其实它都可以操作得很好。只要你的毛选得好。Peggy 的名言就是一个厉害的美甲师用他的发尾都可以涂胶，那是你讲的，那不是我。笔刷粗细。宽笔与细线笔，笔刷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它的宽跟细来做两大分类。宽笔啊，当然是毛量很够，所以它吸收凝胶也比较多，在大面积着色的情况下比较适合。另外，因为它沾的胶比较多，所以也会用游离的手法去填补指甲的凹洞。另外，因为它弹性比较好，所以我们可以用转笔的技巧去画一些叶子之类的一些大自然的图案。再者是对于涂颜色来说呢，宽笔也比较好涂渐层，是一个我们很喜欢用的笔。再回来说细线笔，细线笔笔触比较细，它适合做精细的操作使用，不同的长短适合不同的状况。像我们最左边那个是属于短毛的，短毛它适合做细致的描边，也适合做修饰图案用。右边一点点的那一张，它属于长毛，很长哦，它适合做什么？拉直线或拉一些圆弧状。或者是我们画石纹的时候，它拉石纹的线条。细线笔，然后最注意的事情是，它本身并不好收藏，并不好保存，清洁的时候也比较麻烦。一样，请 Peggy 展示一下宽笔跟细笔的差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到宽笔跟细笔的差异。大家可以看到想说，这宽笔不就是平笔吗？没有哦，我们拿另外一支来做比较。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宽，你可以看到宽跟细。你都用手去摸笔了，以后等一下要怎么办？啊，我会洗笔啊。哦，好，来，坦白讲这个宽笔哦，这比较少见啊。因为这支宽笔呢，其实有出的厂牌真的不多。这支特别的宽，用处在于，像我的指甲算是比较窄、比较细的，有一些人指甲超级宽，然后又大片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拿来涂刷，它是非常的方便又快。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笔刷前端是比较薄，然后后面比较厚，有没有？可以看得到？有。好，这个是拿来干嘛？做大范围的渐层。那我们今天在做渐层的时候，就不容易产生色块，它的速度就非常的快。哦，好，那我们再往下讲。我们现在讲到细笔，可以看到呢，细笔呢，我分别拿了2支，一个是比较长的，一个是比较短的。然后呢，它粗细度也会有所不同。那通常呢，这跟你所要使用的目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通常像这种我们在讲的这种长线笔，是拿来画长线条，比如说拉线。很多新手不知道，慢慢的用短线慢慢拉，会拉到天荒地老，然后客人的屁股都痛了，然后还埋怨你拉得不够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支短笔，那短笔也有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你拿来，比如说你彩绘、画图案，我知道省成本嘛，哈。没有，这支很贵，这个是俗称的漫画笔，你拿来画各种的图案，然后勾勒一些小小的线条，描绘一些小图案的时候，它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不可能拿这么长。这么长你会围个细，有没有？然后这个笔刷会一直晃来晃去，有没有？但是当你的笔很短的时候，你会很好的去做一个勾勒的动作。新开笔的方法，当我们遇到一支新的凝胶笔，有几个重点要注意。第一个事情是，原厂的笔上面都有胶膜，要轻轻的把它推开，把笔弹一弹，然后清除粉尘跟胶体。另外再用洗笔液把笔洗干净，而且要洗很多次，确保笔刷上面那些保护物质不会残留。之后，然后再用少部分的透明凝胶去做一个保养的动作。听起来很难，对不对？我们特别邀请 Becky 老师现场示范。我们今天呢要来示范开新笔。笔呢开得好呢，你这个笔的寿命就会很久；如果笔开得不好，你寿命就会很短。我们真的就拿一支笔来开哦，这是新的。通常啊，一支好的笔啊，你在开新笔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塑胶套，好，要把它打开。打开了之后，你可以发现呢，它其实呢有点硬硬的，为什么？因为它上面呢，其实厂商都会用那个膜让它固定住。开新笔很多人不晓得，就会开始洗啊，然后开始上胶，不可以哦，不可以哦。因为厂商为了要让这个笔刷好收纳，不会容易变形，所以它其实在表面它都会有一个薄膜。你要把那个薄膜啊、那个粉啊，把它轻轻的压开。好，那我们现在示范怎么压。你可以呢，要温柔的对待它，要按摩它。好，你可以这样子去把那个笔刷轻轻的这样子压开。压开，压开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粉尘，有没有？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再把它转过来，压开，左右动一下，等于是在帮它按摩，按摩很重要哦。好，那通常压开之后呢，我会担心还有残留一点点，我会拿一张干净的纸巾，可能要稍微这样子把它这样子弄一下。好。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它非常的松软。这个时候还是不能够上胶。我们这时候呢，可以取凝胶清洁液，好来洗笔。那通常我会建议要买好一点的，不要买太烂，因为通常我的笔一支都是非常的贵，都是雕毛的，所以我就会买很好的清洁液来处理。那我的清洁液目前呢是放在瓶子里哈，我们都会有一个瓶子是拿来放清洁液的。那我们就可以下去洗笔咯。洗笔的时候呢，一样。正面压一下，侧面压一下，正面压一下，侧面压一下，滚一下，然后拿上来，在纸巾上面来回的带一下。好，然后这时候你可以把它拿起来，稍微瞄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有点粉尘。如果不确定，我们就再洗，一样把笔洗干净。我们不要让任何的那个粉啊残留在上面。好，拿上来一样洗干净，可以这样来回非常多次哦。通常我大概会用个5、6次。你如果没有这样子上膜的话，你这个笔在收的时候，它会很容易压到，而且容易变形。因为我这个清笔液它干得非常的快，
拿上来之后稍微确认一下，看一下，再把它稍微像展开一下，看一下它有没有很干净，有没有粉尘。好，没有。这时候呢，稍微等它一下，比较干了，拿胶，透明的胶体帮它保养。我们笔收起来之前一定要保养。那通常保养我们就是用胶来做保养。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就取胶上来，然后让它整支笔呢都很滋润，充满着胶。好。那你会发现我用胶去刷笔，为什么？对，我要确保笔上面呢都有胶。记得哦，纸巾要是干净的哦。再一次，确保都没问题了。我们这时候要收笔。什么叫收笔？就是用胶来收笔。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取一点点的胶，大家可以看到取一点胶，然后在边缘稍微顺一下这个笔。让它整个都可以看到就很滋润，有没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拿一个笔盖，然后呢，轻轻的把它放回去，这支笔就开完了。OK， 结束。好啦，大家都知道了之后，就可以开始拿起手边的笔来开开看咯。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记得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拜。日常亲笔的方法。我们平常在亲笔的时候，简单来说，我们会用透明凝胶去亲，或者是使用凝胶笔的专用洗笔液，然后我们会把它沾取之后呢，包在那个纸中间，把它压一压，去带走不必要的色胶，反复清洁，直到没有颜色为止。清干净之后，一样使用少部分的这个透明凝胶去做个保护。保养与收藏凝胶笔。通常我们在使用凝胶笔的时候，会把不同的凝胶笔做分类，透明的笔跟颜色的笔会分开使用，专门涂颜色的笔跟专门涂透明的是分开的哦。彩绘用的笔跟特殊的笔也会分开来，有些人还会分得更细，透明又分，然后颜色又分，这见仁见智。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当你使用任何一支笔开工之前，都先要润笔跟检查，然后使用完之后呢，也需要清笔跟整理。这样子那支笔才会跟你长长久久。另外在收藏的时候收藏没有在用的笔的时候呢，我们会建议盖上不透光的笔盖，并且放在这个专用的笔筒里面。而且要特别留意的事情是，笔刷不要被压到或者被损毁到。长期不用收藏的时候呢，最好要避免阳光，也要避免灯光。太久没有用的话，定期拿出来清一下笔，润一下笔，去维持刷毛的状况。这个太简单了啦，我们就不用示范了吧。来下一个凝胶笔进阶内容。今天我们提了一些比较大致上常见的笔的状况，在后续第3季的时候，我们会更深入的去和大家谈写笔、法式笔的差别，水晶笔甚至是点珠笔或特殊笔的一个用法。这一些部分呢会更深入、更困难，所以请时时追踪我们哦。你宝贝中阶指甲线上课程第2季，终于好不容易把所有理论课程都上完了。从下一集开始要进入实作课程。实作课程呢，亚瑟讲话会讲的比较少现场会带来比较多。下一集第8集要讲上色前的涂胶。之后还讲很多颜色凝胶的基本涂法。如果不想要漏掉我们任何一个认真的教学的话，按赞、订阅、小铃铛哦。OK， 大家拜拜，下期见。